大家好，今天9月28号，昨天比特币收了一个很长上影线的 K 棒，那这一根插针的 K 棒，我们身为散户到底要怎么来解读？昨天在涨的时候，市场全部都在看多，今天跌下来，有些人又开始看空了。但是我观点是这样子哦，跟 69K 的比特币去比对，低档的位置，它不断的出多方抵抗的 K 线图，吞噬，还有很多哦。我的观点是尽量少猜短线，有可能昨天猜对多单，又猜对空单。我就怕整理到位，它如果真的这样上去，你在低档猜它的短线，把筹码给它卖飞掉啊。那不然今天视频再来讨论一下日线级别，昨天已经走了一个上升趋势，但是现在又跌破，我们再来观察一下昨天上影线的高档位置，除了那一个美联储主席的利空喊蓝来了，今天晚上他还要喊啊，或者是我们观察一下，等下来跟大家聊嘛，4个小时里面的 MACD 跟布林线到底要怎么来应用？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必然 OK 用就返用20%，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不用认证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上影线确实是收的不太好看，本来是涨得好好的，多方的主力你不应该收这么长的上影线，你应该稳在这个高位啊，可能也是因为遇到利空吧。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昨天晚上是出席那一个数字货币小组会议，他又讲到真的需要更好的监管这个加密货币。那现在市场又下了一次，上一次是在这个位置下，这一次又下，那短期其实已经没多少支撑了，就前面的这个多方吞没18000左右吧，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给我守住？如果守不住，真的要再破下去吧，我倒是感觉不一定啊。或者是我们再观察一下，它在这个上影线高位，如果真的是多方的主力，你不应该收成这样子。但是你现在又压回来，目的到底为了什么？有可能就类似这一根哦，但是这一根也是收上去又压回来，后面是再出了一个多方吞没。那今天到底 K 线能不能收成这样子？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到明天8点能不能收影线啊？那还有这一根 K 线解读的方法就是这样子，高档的位置如果是出这种流星的 K 线，就是流星的 K 线嘛，这是实体嘛，不管有没有长下影线，下影线尽量短一点，这种就是流星哦，你一定要注意风险。或者是高档的位置出这种上影线很短，下影线很长，这种也是 K 线的败下，这种就是一个高档的吊人，一个是高档的流星，一个是高档的吊人。那现在是在空间的低档啊，空间的低档出这种 K 线，其实我倒是不担心哦，你要下去嘛，要下去，其实也是没办法。那我们再观察一下4个小时。4个小时这一根崩盘的时候是非常的急啊，跟上一次的一个位置是非常的像，就是这一根啊，跟这一根一样是非常的急，而且是量非常的大。但是第二根马上多底啊，那现在是把这一个重心全部破了，就只剩下这一个最后的防线啊。万一是真的破的话，要下去嘛？有没有可能再挖一个坑再上去？那还有一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它 MACD 啊，其实昨天来到这个高位的时候 ，MACD 柱状是最大的一次啊！就整波整理趋势以来，它本来是要突破，柱状放的这么大，也没有背离啊，没有背离。那现在压了回来，我们再细心的观察一下，它 MACD 还在零轴上方。短期虽然是破了这个20MA 跟60MA， 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就短线上它在这个位置，如果这个区间是真的是一个陷阱吗？就是这个区间低点不能破。有可能如果再回到这个上方，那我跟大家讲，可能这下去才是一个陷阱，是不是又画双陷阱？因为上一次也是画了好几个双陷阱的形态。反正我们尽量观察嘛，就是这个4个小时的20MA 跟60MA， 它其实事关比特币的4个小时 MACD 能不能守零轴，确定能不能再回到这个上方，有可能就真的守住零轴，甚至回到20MA 上方就再一次检查。那另外我们再观察一下4个小时的布林线这个中轨其实已经都开始走好了，布林线中轨已经向上了，那现在又压了回来，压得这么深，所以最近短线真的是非常的难猜啊。不然我的选择还是一样，就是坚定持有，看能不能爆出一个波段。如果它要回上去，就是刚刚跟大家讲这个布林线中轨，只要能回上去，这一次开口有可能就是趋势是不是正式的向上？因为昨天其实已经趋势早就已经出来了。就这个趋势啊，低点在走高，高点也在走高，它这个上影线的高点已经在把这个位置都给它挑战，就这一根大跌的这个位置啊，
回到这个区间，但是现在又重心的压的这么低。另外，我们今天晚上再去留意一下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他要再喊蓝来了。今天晚上他还有讲话，就是在什么社区银行大会上要致欢迎词啊，晚上10点多的时候，到时候看会不会市场有没有可能又被吓到。不过我的观点是这样子，我们尽量看空间嘛，空间低档的位置，历史的经验，如果是能不断的出利空，它只要下不去，整理到位，有可能就是向上的。其实最近也是有发现，这个美债收益率，它在高档是不断的出这一个不是流星就是吊人线啊，有可能就是上涨也是接近末端。因为昨天也是有看到一则新闻，新债王它是在提示市场，他们已经在买入美国的国债。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一个美国国债的价格自20年3月份开始是在这个高位是一路跌到这么低的位置，不排除连新债王都在建议买这个美国的国债，有可能就是向市场释放一个信号，就是美联储11月3号再加完息，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加息的力道可能会减弱，甚至就是不加息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